這場勝利當時讓台北市立體育場陷入整個狂歡，球迷們衝進場內，圍着球員是歡呼啊、擁抱啊。林尚義也成為全場最耀眼的英雄。很遺憾，台灣足球沒有完整的青訓脈絡，也沒有職業化的支撐，但是也藏着一代足球人的熱血和無奈。每一個賽事高光，每一位傳奇的球員，都承載着台灣足球這個地方早期的掙扎和榮光。從此以後，港腳時代落幕，台灣足球也陷入低谷。但是台灣本土球員的成長，在這段暗淡的歲月裡帶來了一絲希望。朋友們，今天咱們主要將台灣足球的歷史跟大家娓娓道來。節目的下半部分再是最新的足球新聞，尤其是轉會傳聞。講台灣足球的歷史，今天咱們先講上集，明天爭取再講下集。老規矩，如果您喜歡的話，希望您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咱們這個節目值得您點一個訂閱，並且小鈴鐺上的全部，如果點擊後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視頻，非常感謝。老 K 一直想講一下台灣足球。其實許多台灣的朋友也未必知道，即使在這一片被自己人都稱為足球荒漠的地方，台灣足球還是有許多值得書寫的人物和故事。咱們主要就講講過去50年，這50年台灣足球的軌跡其實有過短暫的輝煌，但長期看是比較沉寂，但零星也有一點點希望。前20年的台灣足球主要是靠着港腳助力，再加上木蘭足球的崛起，當時也站穩過亞洲足壇，有過一席之地。可後30年因為職業體系斷層、政策的傾斜、人才的流失，最終陷入低谷，直到最近10年才有少數球員闖蕩了大陸的職業聯賽。而隨着聯賽體系的重建，也迎來過一絲復甦的曙光。過去的50年，台灣足球有過在亞洲盃賽場擊敗韓國隊的熱血時刻，也有過木蘭女足52場不敗的神話，但更多的是球員們一邊上班一邊踢球的無奈，還有後輩想着衝破桎梏追逐職業夢想的堅持。越是在這樣的一個寶島，卻是足球的荒漠，真正堅持足球夢想的人才顯得尤其珍貴。所以老 K 足球故事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不應該忘記這裡面每一個名字。老 K 把台灣足球的歷史分為70年代以前和70年代以後。70年代以前的台灣足球裹挟着殖民的烙印，也有政治因素和地域的因素，所以是一段很特殊的歷程。19世紀末，足球隨着殖民的勢力傳入台灣，到了日據時期，僅僅在少數校園零星地開展了足球運動。而從國民黨遷台後，借助香港的球員締造了亞洲2個冠軍的輝煌。到了60年代，本土的球員艱難的崛起，但是已經難以續上過去的榮光。從女足尚未成軍卻埋下了萌芽，到聯賽體系一片空白，僅僅靠一些國際賽事撐起門面。大半個世紀裡，台灣足球在70年代以前沒有穩定的發展根基，只是憑借着港腳的實力和本土球員的拼勁兒，在亞洲足壇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為後續70年代的餘暉和數十年的沉寂埋下了伏筆。很遺憾，台灣足球沒有完整的青訓脈絡，也沒有職業化的支撐，但是也藏着一代足球人的熱血和無奈。每一個賽事高光，每一位傳奇的球員，都承載着台灣足球這個地方早期的掙扎和榮光。那麼第一段從1895年到1945年，這一段時期足球是日本人的專屬，本土足球近乎空白。19世紀末，足球運動先是隨着西方的殖民浪潮傳入到東亞，台灣作為當時日本的殖民地，足球也隨之落地。可是發展境遇和棒球卻有着雲泥之別。日本本土受西方的影響，棒球和足球都有发展，但是在台灣，日本殖民者更倾向於推廣棒球。一來嘛，棒球場地要求相對寬鬆；二來，棒球容易形成團隊凝聚力，更便於殖民的管控。並且當時台灣棒球選手在日本賽場經常創造一些佳績，比如嘉義農林棒球隊打進了日本甲子園的決賽，高沙棒球隊還橫掃日本高校。這也就讓棒球在台灣成為民眾為數不多能夠和日本人平起平坐的運動，就迅速地風靡了台灣全島。而足球在日據時期的台灣幾乎是日本人專屬的運動，僅僅在台北、台中少數幾所招收了日本學生的學校在開展，本土台灣學生很少有機會接觸到足球。當時的足球運動在台灣沒有官方賽事支撐，也沒有專業的教練指導，僅僅就是一些日本籍的師生的自發組織進行一些友誼賽。比賽規則也很雜亂，場地多為泥土場，球鞋、球衣等等裝備更是非常的稀缺。台灣本土民眾當時對足球的認知幾乎為零，
足球在台灣的萌芽一開始就帶着先天不足的枷鎖。那麼這一段時間，台灣足球唯一的高光就是台北一中的日本高中聯賽的首勝。在日據時期，台灣足球最值得記載的一筆是1940年台北一中在日本全國高校選手權大賽，也是日本高中足球聯賽的前身取得了一場勝利。這也是台灣足球在殖民時期的唯一一場正式比賽的勝利，成為日據時期那段暗淡歷史裡的一抹微光。1939年，日本全國高校選手權大賽首次允許台灣也派出代表參賽，當時的代表球隊是台北第一師範，這支球隊全員都是日本學生，而毫無真正比賽經驗的他們最終是2-6慘敗給滋賀師範，草草結束了台灣足球的首秀。1940年，台灣的參賽球隊換成了台北一中，這是當時在台灣少數同時招收日本籍和本土台灣學生的中学。球隊中雖然也有少量的台灣學生，但核心主力仍然是日本籍的球员，而且經過了1年的針對性訓練，實力比上一年有了明顯提升。這一屆賽事，台北一中首戰對陣了宮城縣代表東北學院中學。賽前幾乎沒有人看好這一支來自台灣殖民地的球隊，但是在比賽中，台北一中的球員非常的顽強，而且配合很默契，3-0乾淨利落地擊敗了對手，拿到了台灣球隊在日本高中聯賽的首勝，也是唯一的一場勝利。這場勝利在當時的台灣日本籍社群引發了不小的轟動，但是卻沒有能讓本土的台灣民眾對足球產生興趣。一來嘛，球隊的核心是日籍球員；二來，當時台灣民众更關注能夠帶來民族自豪感的棒球，所以这場勝利終究只是少數人的狂歡。1942年，隨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全國高校選手權大賽被迫中斷，台灣球隊再也沒有機會登上日本的賽場。日據時期的台灣足球也就此落下帷幕，沒有留下任何傳承，也沒有積累足球人口，僅僅留下了台北一中的一場勝利，在歷史中成為了殖民時期足球在台灣存在過的唯一佐證。後來隨着日本戰敗退出台灣以後，這些日本籍的人士也離開，台灣足球便陷入了無人問津、無人傳承的真空狀態。這也給後續國民黨遷台後的足球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難題。1945年台灣光復，國民黨當局遷台以後，首要任務是恢復社會秩序，體育事業發展是非常滯後的，足球更加被邊緣化。日據時期僅存的幾處足球場地，要麼因為戰爭荒廢，要麼被改造成農田或者簡易的操場，專業足球設備極度匱乏。台灣全島沒有一支正規的足球隊伍，也沒有專業教練或者裁判。當時台灣的民眾一方面忙於生計，對足球這類非生存必須的運動毫無興趣，另一方面棒球已經在台灣深入人心，成為了主流運動，而籃球也逐漸在校園裡面興起，足球就幾乎沒有生存空間。僅僅偶爾有少數從大陸遷到台灣的足球愛好者自發組織一些友誼賽，也多是在泥土場上赤腳踢球，規則也混亂，觀賞性極低。足球在台灣的復甦就舉步維艱。不過很快台灣足球迎來了關鍵的契機。國民黨遷台以後，大陸還沒有被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台灣得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參與國際體育賽事。不過本土足球人才極度匱乏，根本沒有力量去征戰亞洲大賽。但是當時的香港已經是亞洲第一個擁有職業足球聯賽的地區，香港的足球水平位居亞洲頂尖，大量的香港球員又擁有中華民國的戶籍，這就為台灣徵召香港球員征戰國際比賽埋下了伏筆。更關鍵的是，亞洲足球王李惠堂的到來。李惠堂的到來成為台灣足球崛起當時的核心推手。李惠堂1905年出生於香港，球員時代主要是打前鋒，進球如麻，曾被譽為亞洲球王，和貝利和馬修斯並稱當時世界3大球王。李惠堂退役以後轉型教練，戰術理念也比較先進，在亞洲足壇他是極具威望。國民黨遷台以後，李惠堂受邀赴台，執掌了台灣足球事務。他深知台灣本土足球非常薄弱，於是當即提出徵召香港的頂尖球員代表台灣征戰國際賽事。這個方案既解決了台灣無可用之才的困境，也能借助香港球員的實力在亞洲足壇站穩腳跟。李惠堂來了台灣，不僅帶來了港角合作的契機，更帶來了專業的足球理念。他牽頭整理了足球規則，培養了台灣本土的裁判和基層教練。雖然沒有能改變台灣足球根基薄弱的現狀，但是為後續的亞洲輝煌打下了關鍵性的基礎。
好，從這個時候開始，台灣足球開始有了動靜了。在李惠堂的推動下，台灣開始從香港徵召像姚卓然、張子岱、黃文偉等知名球員，和少數台灣本土的足球愛好者組建首支中華民國代表隊，也就是後續中華台北隊前身。1948年，中華民國代表隊首次出征國際賽事，參加了倫敦奧運會足球賽。不過因為實力差距過大，小組賽便遭淘汰。但這是台灣足球第一次登上世界賽場，讓球員也積累了寶貴的大賽經驗。台灣足球開始被亞洲足壇所知曉。1950年到1953年期間，這一支以港角為核心的球隊多次參與東南亞地區的友誼賽，戰績有起伏，但也逐漸形成了穩定的戰術體系。姚卓然負責邊路突破，張子岱負責門前搶點，黃文偉坐鎮中場組織，成為了台灣隊的核心競爭力。同時，李惠堂也在台灣本土推廣足球，在台北、高雄少數中學開設了足球興趣班，試圖培養一些本土人才。但因為升學壓力很大，足球氛圍比較淡薄，收效甚微。台灣足球的未來還是只能寄托在香港球員身上。那麼很快，台灣足球迎來了黃金巔峰，也就是亞洲雙冠加身這是台灣足球最輝煌的10年。1954年，菲律賓的馬尼拉亞運會足球賽，這是當時亞洲最高水平的足球賽事，一共有12支球隊參賽。這也是李惠堂掛帥，以港角為核心的台灣代表隊首次征戰頂級的亞洲賽事。這一支球隊也迎來了職業生涯的巔峰時刻，一路過關斬將，贏下台灣足球史上首個亞洲冠軍。小組賽當時台灣隊就和東道主菲律賓、南越分在同一個小組。小組賽首戰對陣南越，姚卓然、張子岱領銜的鋒線火力全開，憑借流暢的配合和精準的射門技術，3-0輕鬆取勝，拿下開門紅。第二場對陣東道主菲律賓，大家都知道這種大賽東道主是最難打的。不過台灣隊頂住了主場球迷壓力，防守端是穩紮穩打，進攻端抓住反擊的機會，最終也是2-0戰勝對手，2戰全勝，昂首晉級4強。當時那一支台灣代表隊已經展現出亞洲頂尖水準，這主要還是港角們的職業素養和戰術執行力遠勝其他的亞洲球隊。球隊攻防兼備，中場有莫振華，調度有序，鋒線上就是姚卓然、張子岱，衝擊力十足，後防線也穩固，所以已經成為奪冠大熱門。半決賽，台灣隊對陣印尼，發揮非常出色，沒有給對手任何機會。開場後就一直掌控比賽的節奏。莫振華中場精準的傳球，姚卓然在邊路的突破傳中，張子岱負責門前搶點破門，首開紀錄。下半場，林尚義替補登場，遠射擴大比分，最終是2-0半決賽完勝印尼，闖入決賽。值得一提的是，既然台灣隊是由港角為核心，那麼香港隊水平肯定也高啊。本屆亞運會，香港隊也參賽，與韓國隊戰成3-3平，但是因為淨勝球的劣勢，小組出局，沒有能夠晉級4強。韓國隊作為當時亞洲足球的勁旅，實力非常強勁。決賽韓國對陣台灣，也被視為台灣隊的復仇之戰。因為此前香港隊被韓國淘汰嘛，所以台灣隊本身核心又是港角，就承載了港角們的期待，決心要拿下冠軍。1954年5月1日，這場比賽是台灣足球史上最經典的一戰，台灣代表隊對陣韓國隊。比賽開場僅僅6分鐘，姚卓然就率先發難，他邊路突破以後內切射門，皮球是直掛死角，台灣隊1-0領先。第18分鐘，張子岱接到莫振華的傳球，門前搶點破門，擴大比分到2-0。下半場韓國隊發起反撲，扳回2球，比分追到了2-2，這就非常緊張了，局勢非常的嚴峻。不過這時候台灣隊是不急不躁，憑借港角們的大賽經驗，先穩住陣腳。第62分鐘，林尚義遠射破門，再次超出比分。第75分鐘，姚卓然梅開2度。中場前，張子岱完成帽子戲法，最終比分定格在5-2。台灣隊大勝韓國，拿下了2戰後首個亞洲大賽的冠軍。這場勝利在台灣當時引發轟動。球隊歸國以後，蔣介石親自接見了全體球員和教練李惠堂，對台灣隊的表現給予了高度肯定。港角們也成為台灣民眾心中的足球英雄。足球運動是第一次在台灣掀起了熱潮，台北、高雄等地的街頭開始出現孩子們踢球的身影了。很快，4年後，1958年日本東京亞運會，台灣隊捲土重來，依舊還是以港角為核心，李惠堂繼續掛帥，球隊的目標明確，必須衛冕冠軍。而這一次他們也不負眾望，以全勝的戰績鑄就了港角時代的巔峰，拿下亞洲雙冠，成為了當時亞洲足壇當之無愧的霸主。
這一次亞運會的足球賽，台灣隊是和以色列、泰國、越南分在一組。一開始球隊就展現出碾壓級的實力，首戰泰國4-0大勝，次戰越南5-0零封對手，第三場打以色列2-0取勝。小組賽3戰全勝，進了11個球，失0球，強勢晉級4強。要知道，此時的台灣代表隊戰術體系早就愈發成熟，林尚義成為了中場核心，他的遠射能力也愈發精準，被球迷稱為重炮手。姚卓然依舊是邊路突破很犀利，張子岱在門前的嗅覺還是很靈敏，中場莫振華的調度堪稱頂級，球隊攻防一體，幾乎沒有短板。半決賽，台灣隊對陣印度隊，印度隊當時也是亞洲強隊，身體对抗非常出色，防守也很頑強，給台灣隊制造了很大的麻煩。比賽一直僵持到第60分鐘，林尚義挺身而出，又是一脚遠射，洞穿印度队球門，打破僵局。隨後印度隊发起了猛烈的反撲，但台灣队的後防線頂住壓力，众志成城，最終是1-0險勝，闖入決賽，再次與韓國隊會師。決賽再次對陣老對手韓國隊，韓國隊此次是做足了準備，防守端重點盯防姚卓然和張子岱，試圖去限制台灣隊的鋒線火力。比賽開場後，雙方也陷入僵持，上半場互交白卷，下半場第55分鐘，莫振華中場送出妙傳，精準的直塞，還是林尚義的插上射門，皮球擊中立柱後反彈入網，台灣隊1-0領先。第70分鐘，姚卓然邊路突破後傳中，又是張子岱門前搶點破門，鎖定勝局。最終台灣隊2-0又擊敗韓國隊，以全勝的戰績衛冕了亞運會足球冠軍。2個冠軍加身的台灣隊成為當時亞洲足壇的焦點，而港角們的實力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李惠堂的執教能力也備受讚譽。此時台灣足球達到了歷史巔峰，無論是賽事成績還是影響力，都是亞洲頂尖的水平。這段歲月也成為後來台灣足球史最輝煌的記憶，至今被一些台灣老球迷們津津樂道。2年後，第1屆亞洲盃舉行，在香港舉辦。1960年，這是亞洲足壇第一個專屬的足球賽事，一共有韓國、以色列、台灣、香港4支球隊參賽。台灣代表隊還是以港角為核心，目標衝擊冠軍，但最終是收穫了季軍。這時候港角的優勢已經開始明顯有下滑。第1屆亞洲盃因為參賽隊比較少，所以採用單循環小組賽，然後再打排位賽這樣的賽制。台灣隊第1場就打香港隊，港角們是面對自己的家鄉球隊，但是依然踢得非常精彩，也是林尚義遠射破門，姚卓然邊路建功最終3-2擊敗了香港隊，拿下首勝。第2戰打以色列，以色列隊當時實力已經非常強勁，戰術硬朗，台灣隊拼盡全力，但是因為後防線失誤，以1-2惜敗，最終1勝1負晉級4強。半決賽老對手台灣隊對陣韓國隊，但是這一次台灣隊沒有能延續亞運會的強勢，雙方激戰90分鐘，最終是0-1惜敗，無緣決賽。最後一場季軍戰再次對陣東道主香港隊，這一場台灣隊憑借張子岱的進球1-0取勝，收穫了首個亞洲盃季軍。雖然只是季軍，但這個時候亞洲足壇的格局已經開始有所變化，各支球隊都越來越強，像以色列、韓國隊實力是快速提升，而台灣队一直依賴的港角們年齡越來越大，狀態開始下滑，而且沒有新鮮血液可以補充，本土球員台灣這方面依舊斷層，所以後續台灣足球的衰落，這裡已經埋下了隱患。1954年到1960年這一段台灣足球的輝煌，主要就是一群香港球員的付出。這些人不僅是賽場上的英雄，也是台灣足球史上的傳奇。他們每一位都有自己的足球故事，支撐起了整個台灣足球的黄金時代。像姚卓然，他4支邊鋒速度快，突破犀利，射門也精準，是台灣隊的鋒線尖刀。他職業生涯為台灣隊打進了30多個球，是當時亞洲足壇最頂級的邊鋒之一。退役後留在香港從事了足球青訓，也培養了大批足球人才。第2個要講張子岱，他綽號亞洲神射手，踢的是中鋒，門前嗅覺異常靈敏，搶點能力極強。1954年亞運會決賽上演帽子戲法，1958年亞運會依舊保持高效的進球率，為台灣隊打進了40多個球，是球隊的頭號射手。他的進球總能在關鍵時刻幫助球隊取勝，深受台灣球迷喜愛。第3位林尚義，司職中場，綽號重炮手，他的遠射能力冠絕亞洲，傳球也精準，攻防兼備，是球隊的中場核心。1954年亞運會決賽遠射破門，1958年亞運會又多次貢獻關鍵的進球和助攻。退役後，林尚義成為了香港知名的足球講評，
他還客串了《古惑仔》系列電影裡面牧師的一個角色，所以觀眾們親切地稱他為大師。這一位既是足球明星也是電影明星，一直到2009年去世，享年74歲。他的一生都和足球緊密相連，是港角時代一位標誌性人物。第4位莫振華，中場球員，球隊的大腦，調度能力極強，傳球精準，而且也能夠把控比賽節奏，為鋒線輸送炮彈。1954年、1958年2屆亞運會，他都是球隊的助攻王。雖然進球很少，但是他是球隊攻防轉換的關鍵，是團隊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員。第5位黃文偉，這是位後衛，後防線的定海神針，防守穩健，卡位精準，能夠有效限制對手的鋒線。2屆亞運會，台灣隊失球非常少，離不開黃文偉的貢獻。黃文偉性格沉穩，是球隊的後防領袖，總是在關鍵時刻化解危機，為球隊保駕護航。這幾位雖然以台灣代表隊的名義征戰國際賽事，但是他們作為港角，始終懷揣着對足球的熱愛，也是用自己的實力鑄就了台灣足球的巔峰，在亞洲足壇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段歲月也是台灣足球史上最珍貴的回憶。而到了60年代，台灣足球的榮光逐漸消退。首先1962年的亞運會，印尼雅加達亞運會，台灣代表隊本來想延續輝煌，衝擊亞運會3連冠，但是因為政治原因，當時印尼當局不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的身份，堅決拒絕台灣代表隊參賽。即便當時國際奧委會和亞奧理事會多次協調，依然沒有結果。最後沒有辦法，台灣代表隊只能無奈退賽，也就錯失了衛冕的機會。這也成為台灣足球榮光消退的開始。那麼台灣隊退賽以後，韓國隊就在本屆亞運會中奪冠，成為了新的亞洲霸主。台灣足球的影響力開始下滑，港角們的年齡也一天天大了，狀態持續回落，沒有大賽的歷練，球隊的默契和實力也開始下降。2年後，1964年第2屆亞洲盃在以色列舉辦，此時的台灣代表隊港角們大多已經年過30，狀態大幅下滑，而且台灣本土球員依舊沒有跟上，球隊的實力大不如前。同時，由於台灣和香港的足球交流出现了裂痕，香港足協不再願意讓頂尖的球員長期代表台灣參賽，擔心這會影響香港本土聯賽的發展。多重因素下，台灣足協最終只能決定放棄參加1964年亞洲盃，香港隊則獨自參賽，最終香港隊獲得第4名。這一次退賽標誌着港角時代瀕臨終結，台灣足球失去了最核心的戰力的支撐，即將進入本土球員艱難支撐的歲月。又到了2年後，1966年泰國曼谷亞運會，這是港角們最後一次代表台灣參賽。此時的球隊陣容老化嚴重，姚卓然、張子岱等核心球員已經接近退役，實力大不如前，但是首次吸納了少量的台灣本土球員，試圖完成新老的交替。不過最終台灣隊實力欠佳，小組墊底出局，港角時代也正式落幕。本屆亞運會，台灣隊是和南越、印尼、日本分在一組。首戰南越，球隊的狀態很低迷，0-2告負。第2場打印尼，雖然拼盡全力，但因為後防線失誤1-3失利。最後一戰打日本，0-4慘敗，3戰全負，台灣隊小組墊底出局，也創造了台灣代表隊參加亞運會以來的最差戰績。賽後，姚卓然、張子岱等老牌港角正式退役，林尚義等少數球員也退出了台灣代表隊，港角時代徹底結束。不過本屆亞運會，台灣隊首次有台灣本土的球員登場，雖然表現平平，卻開啟了本土球員支撐台灣足球的新篇章。從此以後，港角時代落幕，台灣足球也陷入低谷。但是台灣本土球員的成長，在這段暗淡的歲月裡帶來了一絲希望。1966年，韓國舉辦金鐘密杯賽事，台灣代表隊首次以全台灣本土球員為主參賽。第一代的本土球員代表劉武雄橫空出世，成為台灣本土足球的首位傳奇人物，也讓台灣球迷看到了本土足球的曙光。劉武雄綽號怪咖，1945年他出生於台北，從小熱愛足球，身體素質出众，拼勁十足，被選入台灣本土代表隊打前鋒，他是球隊的核心球員。1966年金鐘密杯，台灣隊遠赴韓國參賽，面對像日本、韓國等等強隊，劉武雄是率領本土球員們拼盡全力，也打出了一些血性。在對陣日本的比賽中，劉武雄頂住壓力，接到隊友傳球後，自己一個人突破日本隊的後防線，一腳勁射破門，這也打入了台灣本土球員在國際賽事中的關鍵進球。雖然最終球隊還是1-2惜敗日本，
但這個進球讓所有台灣本土的球員備受鼓舞。然後对陣韓國隊的比賽，劉武雄也是全場拼盡全力，攻防兩端表現都很出色，多次制造出威脅，但是因為球隊整體實力差距較大，最終0-3失利。而最後劉武雄自己拼到了抽筋兒，賽後連合影都站不起來了，只能坐着休息。正是劉武雄的這份執着和血性，他成為了台灣本土足球的英雄。後來劉武雄自己回憶起當時的心情，也很自豪。他說呀，終於可以不用靠港腳了，終於不會矮人家一截了。所以雖然這一次台灣隊的戰績不佳，但因為全台灣本土球員的參賽以及劉武雄的出色表現，標誌着台灣本土足球正式起步。這也讓更多的台灣年輕人開始投身足球，為後續70年代台灣本土足球的發展埋下了一顆種子。1年以後，1967年第4屆亞洲盃東區預賽在台灣台北舉辦，這是台灣首次主辦大型國際足球賽事，也是港腳時代的最後一抹餘暉。林尚義等少數港腳再次出山，攜手台灣本土的球員參賽，最終力壓日本、力壓韓國，晉級亞洲盃決賽圈。也留下了2場至今被台灣老球迷津津樂道的經典賽事，成為了70年代以前台灣足球最後的高光。這一次亞洲盃東區預賽，台灣隊是以本土球員為班底，邀請已經退役的像林尚義、莫振華等港腳老將復出壓陣。球隊的實力不足，球隊的實力肯定不及過去巔峰時期，但也承載了台灣球迷新的希望。由於是台灣首次主辦大型的足球賽事，球迷的熱情空前高漲。台北市立體育場的門票場场告罄，每一場比賽都有上萬名觀眾到場觀賽，足球熱潮再次席捲台灣。台灣足協副秘書長劉武雄的父親當時買了4場聯票，場場不落，但是卻在對陣日本隊的比賽中提前了5分鐘離場，錯過了中場前的2個關鍵進球，這事兒讓他懊惱了許多年。這段往事也是台灣足球的一段趣聞。台灣隊首戰日本隊，日本隊當時實力很強勁，一開場便掌控比賽節奏，憑借一次反擊1-0領先，而且將優勢一直保持到了中場前的4分鐘。所有人都以為台湾队即将惜敗收場。在關鍵的時刻，黃志強和林尚義站了出來。黃志強先是接到莫振華的傳球，頭球破門，將比分扳為1-1。僅僅2分鐘後，林尚義中場拿球，擺脫防守後一腳遠射，皮球是直穿球門的死角，比分追到2-2。完成了神奇的扳平，全場球迷瞬間沸騰，吶喊聲是震耳欲聾。這一場台灣的絕境逼平是足球史上台灣的經典名場面。黃志強當時是台灣本土球員的佼佼者，投球能力很出众，而林尚義雖然已經退役過，但依舊展現出了重炮手的實力。這2個進球不僅挽救了球隊，更是點燃了現場球迷的熱情。東區預賽最後一戰，台灣隊對陣韓國隊。這場比賽直接決定晉級的名額，所以吸引了3萬多名球迷到場觀賽。場外還有數千名球迷買不到票，只能在場外等待消息，場面可謂是空前火爆。韓國隊当時是亞洲強隊，實力遠超台灣隊。賽前幾乎所有的人都看好韓國隊取勝。比賽中雙方的攻防很激烈，台灣隊防守是穩紮穩打，林尚義在中場調度，多次化解韓國隊的進攻。韓國隊也發起了猛烈反撲，但始終無法攻破台灣隊的球門。到了比賽第65分鐘，還是林尚義再次上演重炮手本色。林尚義在中場拿球以後，觀察到韓國隊的門將站位比較靠前，果斷起腳遠射，皮球就如炮彈一樣直飛球門的死角。韓國隊門將撲救不及皮球入網，台灣隊1-0領先。這場勝利當時讓台北市立體育場陷入整個狂歡。球迷們衝進場內，圍着球員是歡呼擁抱林尚義也成為全場最耀眼的英雄。這也是台灣隊最後一次在亞洲盃賽場擊敗韓國隊，成為了70年代以前台灣足球最後的榮光。1年以後，1968年亞洲盃決賽圈在伊朗舉辦，台灣隊以東道主身份晉級，和伊朗、緬甸、以色列、香港隊同組。此時的台灣隊像林尚義等港腳老将狀態進一步下滑，台灣本土球員實力也有限，最終在決賽圈中是1平3負，沒有取得一場勝利。最後和香港隊一同排名末尾，也結束了70年代以前最後一次國際大賽之旅。所以60年代的台灣足球雖然有台灣本土球員的崛起，還有1967年亞洲盃預賽的高光，但始終面臨着無法解決的困境。70年代以前，台灣始終沒有建立起正規的足球聯賽，
無論是業餘聯賽還是半職業聯賽都是空白，球員們只能靠一些國際賽事或者零星的友誼賽保持狀態，沒有穩定的比賽經驗，所以技術和戰術水平難以提升，也難以保持。本土的球員大多是一些業餘愛好者，沒有固定的訓練時間，更沒有專業的團隊配合，實力的提升很緩慢。即便有像刘武雄這樣的天賦型球員，但整個實力很難再進步。當時客觀條件，台灣當時的教育體系是以升學為核心，中小學很重視文化課的成績，所以足球等等體育項目被視為學生是不務正業，幾乎沒有台灣的學校開設足球課程或者組建校隊，也沒有足球青訓的教練，也沒有訓練的場地，更没有選拔的機制。大量有天賦的台灣小孩沒有機會接觸足球，足球人口極度匱乏，台灣本土的球員斷层很嚴重，所以港角時代落幕以後，就沒有新鮮的血液補充了，球队的實力自然也就大幅下滑。但還有一點，60年代台灣的3級棒球開始崛起，少棒、青少棒、青棒連奪世界青少年錦標賽冠軍，棒球手被台灣媒体稱為棒打洋人的民族英雄，也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象徵，掀起了全民打棒球的熱潮。台灣當局当時将體育資源大量傾斜給棒球，像經費、場地、政策支持都優先保障棒球的發展，足球則被徹底的邊緣化，不僅沒有經費支持，連僅有的幾處場地也被棒球占用，足球運動的發展舉步維艱。還有另一方面，70年代以前，台灣幾乎沒有專業的足球教練，也沒有裁判，教練大多是退役的球員轉型，沒有系統的執教理念，也沒有戰術知識，只能憑過去的經驗帶隊。而裁判方面更是缺乏專業培訓，執法水平很低下，經常誤判漏判，影響比賽公平性，也不利於球員成長。所以整個台灣足球没有形成科学的发展体系，專業人才也稀缺，只能在低水平中徘徊。而女足方面，在70年代以前，台灣女足還沒有正式成軍，不過已經在零星的校園和民間活動中埋下了一些萌芽，這也就為70年代台灣木蘭女足的崛起奠定基礎。60年代中期，台灣少數女子中學開始出現了足球的活動，大多數是女學生自發組織的，沒有專業教練指導，也沒有統一的規則，僅僅作為一種課餘的娛樂項目。當時台北女子師範學校、台中女子中學等等，有少量女學生熱愛足球，利用業餘時間在操場踢球，雖然裝備很簡陋，但也培養了一批對足球有熱情的女孩。這一些女孩後來就成為了木蘭女足的初代球員，這些女孩後來就成為了木蘭女足的第一代球員。1974年10月，亞洲女子足球協會的會長陳瑤琴率領香港女子足球隊到台灣參加萬壽杯萬壽杯是中正杯的前身，在此期間向台灣足協提議，希望台灣也能選出5名女球員加入亞洲女足明星隊，到各國踢巡迴賽，帶動亞洲女足的發展。這個提議成為台灣女足發展關鍵的契機。台灣足協當即決定開展女足選拔，所以1974年12月22日還有25日，分別在台北和台中體育場首次舉行了女足選拔賽，一共有70多名女孩報名參加，這是台灣足球史上首次正式的女足選拔，標誌着台灣女足的萌芽正式破土。選拔出24名球員，包括吳昭榮、黃碧月、吳桂梅、楊秀芝、董美嬌，這5名預備赴香港受訓，還有黃映雪、夏翠鳳等19名本土的球員，由董美嬌擔任隊長，劉潤澤擔任教練，於1975年1月展開集訓，正式組建台灣首支女足代表隊，並且命名為中華木蘭女足隊。好，朋友們，今天這是關於台灣足球的上集，咱們先把70年代以前的台灣足球介紹一下。下集裡面咱們再介紹1976年到2026年這50年台灣足球的沉浮錄。喜歡的話，歡迎您轉發、點讚、評論和熱推。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也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參與，咱們才能越辦越好。今天的足球新聞，曼聯這邊噩耗傳來，曼聯官方宣布，卡塞米羅將在本賽季結束後以自由球員的身份離隊。在賽季最後一場主場對陣諾丁漢森林的比賽中，曼聯的球迷們將有機會向卡塞米羅表達對他的認可。卡塞米羅不知不覺在曼聯已經待過4年了，截止目前他一共出戰了146場比賽，打進了21個球。其實老 K 個人看來，卡塞米羅在場上仍然能夠為曼聯提供一些價值，但關鍵的問題是对曼聯來說，使用卡塞米羅的成本過於高昂。當時為30歲的卡塞米羅，曼聯支付了至少6000萬英鎊的轉會費，還給予了最高周薪35萬英鎊，簽下了為期4年還附帶1年續約選項的合同。
這一筆操作由於球員年齡太大，曼聯最後還不能夠回收一點點的轉會費，所以性價比很低。這也是曼聯決定不激活卡塞米羅合同中最後1年續約選項的重要原因。據媒體披露，如果卡塞米羅本賽季餘下的比賽中常常首發，那他的續約條款將會自動觸發。不過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極低，即便曼聯願意再留他1年，因為如今曼聯的決策團隊已經發生了變化，新的管理团队肯定會尋找一名更年輕、更有運動能力、上限更高，同時也具備更高的轉售價值的中場球員。現在看來，曼聯看上了埃里奧特·安德森或者巴萊巴或者其他的目標，雖然都不會很便宜，但由於年輕，最後曼聯即使不要了，還能回收巨額的轉會費。不過這一位繼任者至少在中場必須要達到卡塞米羅的水準。要知道，本賽季卡塞米羅各項賽事中已經出戰了24場中的19場，幾乎在所有自己身體條件允許的英超比賽中都獲得了首發機會。盡管現在外界呼籲給予小將梅努更多機會，但是幾乎沒有人認為應該以犧牲卡塞米羅為代價。可以說，在目前戰術體系下，卡塞米羅依然展現出很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尤其是他的定位球威脅非常突出。加盟以來已經打入21個球，這樣的進球數對一名後腰而言相當可觀。而且就在前不久，他剛剛在第198次曼市德比中当選全场最佳，這也能夠證明卡塞米羅現在仍然能夠為曼聯提供競技上的價值。那麼這一次卡塞米羅賽季後離隊，他的離隊會釋放高額的薪資空間，再疊加曼聯多名球員合同會到期，現在已經關注多名年輕的後腰，使得曼聯具備在今年夏天可以壓縮工資重塑中軸線。除了卡塞米羅之外，中後衛馬奎爾、左後衛馬拉西亞還有門將湯姆希頓的合同也將在今年夏天到期。不過據了解，希頓有望獲得續約合同，繼續擔任曼聯的第3门將。他在门將团队中的作用還是受到了俱樂部的認可，而這些球員的工資省出來，曼聯就可以在今年夏天爭奪一些中場球员，像布萊頓的中場巴萊巴、諾丁漢森林的英格蘭中場埃里奧特·安德森，還有水晶宮的亞當·沃頓。現在這3名偏後的中場球員的轉會費都有可能接近甚至超過1億英鎊。過去曼聯簽下卡塞米羅這一筆交易，在轉會費和薪水支出相加以後，總成本也已經超過 1.1 億英鎊。好，另一方面，曼聯現在準備和中場的小將梅努開始談續約。梅努現在作為一線隊中薪資較低的球員，新的合同會使他的待遇更接近隊內的其他球員。而曼聯本周在內部會討論引援的問題，夏窗可能會簽2名中場，再加1個左邊鋒。但曼聯夏窗引援計劃將會取決於他們下賽季主教練的人選，還有是否能獲得歐冠資格。可以確認的是，在曼聯引援問題上，維維爾將繼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外，曼聯也正在拓展自己的收入，他們已經和北美的影視制作公司獅門影業達成協議，將制作一部以戲劇化方式講述曼聯俱樂部歷史的電視劇。現在這個項目仍處在開發階段，還沒有完成劇本的創作，也沒有出售給任何電視台或者流媒體，但整體的構想會類似於歷史劇《王冠》。這一部劇講述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2世的一生，一共是6季。獅門影業過去旗下有《飢餓遊戲》、《極速追殺》、《暮光之城》等知名系列。在體育題材的作品方面，有電影《勇士》和《選秀日》。除此之外，目前獅門影業還正在推進一個與洛杉磯道奇球星大谷翔平前翻譯水原一平相關的棒球博彩醜聞項目。好，關於曼聯的這一部劇，如果成功制作並且出售，那曼聯將獲得一筆至少數百萬英鎊級別的保底收入，此後產生的版權分成也將由曼聯和獅門影業共享。具體的收益將取決於制作的技術、集數，還有最終達成的商業合同規模。現在，英國知名的編劇兼導演傑德·莫丘里奧已經參與了該項目討論。這一位曾經創作出《貼身保鏢》還有《重任在肩》等等英國的熱播劇，同時他也是一名從小就支持曼聯的球迷。目前還不清楚这部劇將覆蓋哪些具體歷史階段，不過曼聯隊過去的歷史有輝煌有低谷，能夠講的傳奇故事很多。對了，還有去年7月，曼聯退出了和亞馬遜就一部創紀錄的全景式紀錄片的秘密談判。該紀錄片原計劃是記錄曼聯的25到26賽季，但俱樂部後來認為這可能會干擾一線隊發展。當時亞馬遜的報價超過了1000萬英鎊，本來可以成為 All or Nothing 系列中向單一俱樂部支付的最高金額。現在這個系列的紀錄片已經拍攝過阿森納、曼城，還有熱刺，還有多支 NFL 的球隊。
不過由於去年5月歐聯杯決賽曼聯輸給了熱刺，所以這個項目被叫停。當時的主帥阿莫林不希望球隊受到過多的干擾。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亞馬遜上線了一部關於曼聯1999年三冠王25周年的3集紀錄片，採訪了弗格森及92班的成員，比如貝克漢姆、斯科爾斯、加里內維爾。但該紀錄片沒有和曼聯俱樂部官方合作，曼聯也沒有直接得到經濟的收益。好，我們再看一下皇馬方面，現在維尼修斯的續約，維尼修斯仍然希望自己的稅後年薪和姆巴佩一致，稅後能夠達到3000萬歐元。但皇馬認為，在主教練阿隆索離開以後，現在說服維尼修斯會更容易。目前新的主教練阿維羅亞的講話讓維尼修斯很滿意，也讓他感到很重要。不過現在球員還沒有任何新的動向，他既不想離開，也沒有收到任何新報價。目前他手上有皇馬之前開出的續約報價，不過球員並不滿意，目前還沒有任何新的接觸或者更高的報價讓他接受。皇馬現在相信合同可以在賽季結束時簽署，並且經濟上雙方都能滿意。皇馬堅信續約維尼修斯在體育和經濟上都是最佳的選擇。而另一方面有消息，沙特已經將維尼修斯視為今年夏天引援目標，吉達國民將向他提供10億歐元的合同。據說沙特官員和維尼修斯团队之間的談判已經持續了1年多。好，另外熱刺方面，熱刺隊已經對自己的范德芬估值超過了1億英鎊。如果有俱樂部肯為他掏出1億英鎊，那他將成為足球歷史上身價最高的後衛。目前的記錄仍然屬於馬奎爾。據說現在利物浦隊對范德芬很有想法。之前紅軍利物浦曾經和格伊達成協議，但被水晶宮隊叫停。現在格伊已經轉會曼城，利物浦隊內科納特的合同將在本賽季結束時到期，他是否留在安菲爾德還不能確定。而他的老搭檔范戴克已經34歲，不再年輕了。好，今天的重磅新聞 ，C 羅預計將在2027年夏天離開利雅得勝利，但也沒有排除就此退役。那麼即便選擇續約1年，沙特方面也已經着手規劃，避免在 C 羅最終離開以後，沙特職業聯賽的全球關注度出現明顯的下滑。其中一項方案就是讓 C 羅以俱樂部所有者身份繼續留在沙特，提升他目前在利雅得勝利持有的 15% 的股份。不過老 K 個人估計 C 羅已經是瞄準了在42歲的時候正式光榮退役。OK， 皇馬的中場引援方面，今天有消息，引援首要目標是大巴黎的維迪尼亞，備選方案是羅德里。皇馬很清楚，想從大巴黎將維迪尼亞帶走的難度非常大，但即便如此仍然會嘗試。如果引援未能成功，曼城的羅德里就會成為備選方案。曼城方面，由於瓜迪奧拉的未來不明確，如果他決定不再繼續執教曼城，藍月亮就有可能會出現陣容的變動，羅德里也就因此有可能加盟皇馬。今天有意思的新聞還有，韓國國腳宋文圭自由身從全北現代加盟了首爾，可他的妻子韓國知名的電競女主播郭敏善竟收到了球迷的死亡威脅。在宋文圭轉會以後，極端的球迷向郭敏善發出死亡威脅，說就因為你是他老婆，走路小心點，別被人從背後暗算，要把你碎屍萬段。漂亮的郭敏善出生於1992年，現年33歲。他說事實的真相根本無人知曉，我也從未向媒體回應過任何傳聞，外界流傳的全部是不實的謠言和無端的猜測。丈夫一直安慰我說，所有壓力他會獨自承擔，讓我別擔心，但我真的無法釋懷。這個事情主要是球員年紀輕輕就來到了全北隊，按理說繼續待下去會成為全北的明星球員。他賽季中期的時候還說，我會優先考慮留洋，希望俱樂部可以放行，如果最終沒有留洋，那我的優先選擇依然是全北。哈哈，可是在全北待了這麼久，最後直接加盟死敵首爾隊，賽季快結束的時候搞這麼一出，全北隊也給他發過續約，卻被球員拒絕了，所以對全北的韓國球迷來說確實有些傷心。還有26歲的韓國球員娶的卻是33歲的韓國美女，女大三抱金磚，這整整大了可7歲有餘呀。另外他漂亮的老婆作為女電競主播，過去主持過 PUBG 的世界赛，老 PUBG 的粉絲應該都知道她。老 K 一句話總結，這麼漂亮的大姑娘，你們的威脅還有王法嗎？還有法律嗎？好的朋友們，感謝大家的支持，點讚分享和評論，咱們明天再見。